日军为何会突然拿下东南亚呢？而马来西亚为何成为日本首个要打下来的地方呢？日本曾扬言要在3个月内征服全中国，但结果打了几年都打不下来，丢了面子。不过其却在1年半的产值找回了尊严，仅用了55天就拿下马来亚，更只用了70天就拿下马来亚和新加坡全境。事后还将其中4个州的领土送给泰国当作人情。日本因其领土狭小、资源匮乏，而且还位于地震带，地震海啸频发，所以日本的危机感很重，试图改变命运。因此，其在经历了明治维新实力大增后，就开始侵犯隔壁的中国广袤领土和朝鲜半岛。当然，如果想让人乖乖交出领土，也得给个名堂吧，要让人信服才能吧。于是他搞了个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共荣圈是以日本为中心，为日本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服务。地理范围包括中国、朝鲜半岛、西伯利亚东部、印度、整个东南亚、新几内亚以及澳洲和纽西兰，将东北亚的工业中心与东南亚的原材料和石油供应，以及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大型人口中心连接起来，以提供劳动力和市场。而南太平洋则为这共荣圈的防卫圈，也就是澳洲和纽西兰。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提出的亚细亚主义，主张在日本这个亚洲黄皮肤人种的带领下，从欧美列强白人的统治中解放全亚洲，以建立相互尊重、彼此独立、共权共荣的新秩序之政治联合体。但那只是梦想，实质上是成为日本进行大东亚战争、扩张其帝国主义的依据而已。20世纪30年代末，为了保护他们在亚洲的利益和应对日本的激进扩张主义，欧洲和美国都限制了对日本的石油出口。日本这个国家保守估算，约95% 的国内汽油需求量是依赖进口的，自己只生产少过5% 的油。那他要怎么完成他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呢？原本其计划是要在3个月内打下中国，就可以控制中国的资源，用以支撑下一步行动。结果面对的是中国全民抗战，战事陷入焦灼，物资吃紧，所以日本不得不改变其原本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的构想，要提前占领东南亚以获取石油资源。于是派出了一个分队南下东南亚。1941年12月4日，日军第一批登陆部队从中国的三亚出发，按照原定计划，先沿印度东海岸向南行驶，日突然转向西北方，伪装成商船行驶向泰国曼谷。虽然驻马来亚的英军已经在富国岛的附近发现了日军的船队，但因接到英国国内的命令不准挑起事端，所以只好坐视不管。结果这为英国的败退留下了伏笔。大家好，我是尼克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还没关注的话，现在是时候关注了，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哟，我会每周更新。上一期我们就谈到了马来西亚的石油储备只能顶多15年，过后可能被迫退出石油生产国行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呗，或等下来频道找也行。马来亚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在马来亚设有远东军司令部和东方舰队，以控制远东的殖民地。日本当时认为夺取太平洋防线战略要点，物产丰富的英属马来亚具有重大意义。一则可以控制通往南亚和印度洋的咽喉要地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其是连接欧亚、澳非4大洲的交通要冲，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2是可以摧毁英国在新加坡建立的远东最大海军基地和维多利亚空军基地，从而解除日本南进的后顾之忧。3可以获取马来亚半岛的锡、橡胶、石油等战略资源，取代英国人控制当地，扩大自己的势力版图，而且可以作为进入荷属东印度，也就是今天印尼的基地。为实现这一企图，日军动用了第25军团、第3航空队和马来亚战役联合编队，陆军7万人，巡洋舰9艘，驱逐舰16艘，潜艇16艘，水上飞机母舰3艘和作战飞机约600架。为了保证完成任务，避免美国有能力来干预这次东南亚的行动，日本决定先发制人，在马来亚打响第一枪之后的1个小时后，火速炸了美国的珍珠港，击沉和重创了美军8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和摧毁了188架战机，共造成2402人死亡，1282人受伤。
而马来亚是当时日本在马来群岛第一个要拿下的目标，可见其优越性。所以你认为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总体潜力如何呢？欢迎在下方留言您的评价，让我们一起交流吧。当然，故事可不止这样。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将在下一期继续推出日本占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系列视频。如果你想继续长这方面的知识的话，请一定要关注或订阅我哟。如果你喜欢这一期视频的话，欢迎你点赞、关注、分享，还有记得打开那小铃铛哟。好，我是尼克斯，尼克斯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我们下期见，拜拜！记得关注或订阅哦。